印度外长强调中印携手，态度稍微端正了一些，但是印度外交的手腕和小把戏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一套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前几天呢，印度外长苏杰生在泰国曼谷朱拉隆功大学发表演讲，这个演讲的主题是印度就印太地区之愿景。随后呢，在记者提问的过程中呢，又谈到了中印关系。他说的一段话让大家感到有点意思了。他说，亚洲世纪的愿景需要两个亚洲大国携手合作方能实现，甚至还提到在斯里兰卡问题上，中印都可以携手，而不是搞成排他性的零和竞争。所以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马上做出了回应。第二天在记者会上说，中印双方有智慧、有能力实现相互成就，而非彼此消耗。首先，我们不能否认苏杰生的讲话的确有积极的一面。他反复说了好几次，亚洲应该是全球政治文化的主导力量。其实我们分析一下，确实没错啊。欧洲现在的发展前景，比如说政治问题、白左问题、高福利陷阱问题等等，给人的感觉啊，就是不是很有希望。而在亚洲呢，中国、韩国，甚至是印度、越南，虽然最近都有些发展的波折和不足吧，但是跟欧洲比，明显是有冲劲儿的，有可能成为全世界发展的龙头。所以苏杰生表示，中印两国只要联手，就能够实现亚洲世纪的宏伟愿望。反之则不然，证明印度已经认识到，自己如果跟乔丹配合，也是能砍下100分的。但是对于印度，我们还是太熟悉了。这个国家的外交原则一直很清晰，它善于努力在各个强大势力面前展示自己的价值，寻求平衡。这次苏杰生说完中印携手之后，就是话锋一转，说中国在中印边境做出那些事情之后，两国关系目前正在经历一个极其艰难的阶段。先把中印边境问题的过错先推到我们头上，然后又说美日印澳4边机制是影响力突出的多边对话平台，声称印太地区都会从中受益，而指责中国过度注重划分势力范围，不认同全球事务民主化，会阻挠亚太的发展。苏杰生这种先说携手合作，然后又指责中国的表态，就是在各方面前表演政治平衡。印度很清楚啊，中国在统一问题上目前正面临来自西方的外交压力，而且一旦我们需要解决台湾问题，也不希望西线有后顾之忧。这时候，中国一定是希望中印关系保持一种稳定局面的。所以呢，苏杰生会告诉中国，确实可以维持稳定局面，印度可以跟中国携手。但是又要提高美日印澳4边机制当筹码，表示自己在外交领域颇有家资，随时可以获得支持。而在边境上表示态度强硬，又跟中国表示携手建设亚洲世纪的态度，是告诉美国，印度不会向中国妥协。那么美国要牵制中国，还可以给印度更多的支援、更多的好处。但是如果美国给印度的待遇不够，没关系，印度还有别的路可以走。别指望印度会把自己捆在美国身上，替美国找中国死磕。所以，印度是又要独立自主，又要左右逢源。这么多年能一直有这种外交成就，算是成绩相当不错了。能够做到这一点有2个条件：第一个条件是印度实力不能太强，让美国觉得可以拉拢印度的同时，还不用担心印度实力过于膨胀；另一个条件呢，就是印度做到了用灵活外交政策去争取实际的利益，避免自己单纯的被意识形态所捆绑。从这一点来看，苏杰生他们确实是比佩洛西要聪明得多。好，关于印度对中国态度是不是发生真的反转了，还是一种小手腕？今天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